心血管疾病这个笼罩全球的健康威胁，是导致全球死亡率居首的罪魁祸首。仅在2021年，它就夺走了约2050万人的生命，其中冠状动脉心脏病的致死率尤为惊人。自1997年起，全球范围内心血管疾病患者人数已经激增1倍，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攀升。大家好，欢迎来到阿尔法科技频道，这是一个追踪前沿科技和新鲜趣事的频道，我是摩西。伦敦大学医学院的研究团队深入分析了6个国际研究项目所收集的宝贵数据，这些数据共涉及来自5个国家的15246名参与者。他们着重研究了运动行为与心脏健康之间的微妙联系。研究人员通过6大关键指标来进行综合评估，这些指标分别是身体质量指数 BMI、腰围、高密度胆固醇、高密度胆固醇与总胆固醇的比值、甘油三酯和糖化血红蛋白 HbA1c。 身体质量指数 BMI 的计算方法是通过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来得到的，用于评估个体的体重是否在健康范围内。如果采用国际单位制，通常这个数在 18.5 到 24.9 表示体重正常，但到了25至 29.9 甚至更高，表示超重或是肥胖。高密度胆固醇 HDL 通常被称为好胆固醇，它被认为对心脏健康有益，因为它有助于减少动脉中的胆固醇积聚，从而降低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高密度胆固醇与总胆固醇的比值也是一个重要的指标。总胆固醇包括高密度胆固醇和低密度胆固醇，而后者通常被称为坏胆固醇。计算这个的比值有助于医生更全面地衡量患者的心脏病风险。一般来说，这个比值越高，心脏病发作的风险就越低。甘油三酯是体内脂肪储存和能量供应的主要形式。在日常饮食中所摄入的热量，如果不需要立即使用，那么身体就会将它们转化为甘油三酯，并储存在脂肪细胞中。一旦需要的时候，这些甘油三酯就会被重新释放出来。甘油三酯水平过高，可能会增加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糖化血红蛋白 HbA1c 用于衡量过去2到3个月内平均血糖水平，它反映了血红蛋白分子与葡萄糖结合的程度。这种结合是一个非酶催化的过程，随着血液中葡萄糖浓度的升高增加。一个健康人的 HbA1c 水平通常低于 5.7%， 如果在 5.7% 到 6.4% 之间，则被视为糖尿病前期的风险指标，而 6.5% 或更高通常被视为糖尿病。实验的参与者们在大腿上佩戴着先进的可穿戴设备，能够24小时记录他们的运动轨迹，同时还对心率进行实时监控。研究人员们将人们不同的运动根据强烈程度进行分级，在一天的运动量中，从中等以上到剧烈的活动对增进心脏健康最为显著，其次是轻度活动，如站立，甚至是睡眠。但是对心脏影响最负面的动作就是长时间坐着。研究团队还模拟了人们日常行为的变化，如将一种运动替换为另外一种，持续1周，然后评估每种运动对于心脏健康的影响大小。结果表明，只要不是整天坐着，哪怕只是每天5分钟的中等至剧烈活动，都能显著改善心脏健康。其中的一位54岁，平均 BMI 值为 26.5 的女性，她属于超重的范围，但每天仅运动30分钟就能帮助她 BMI 下降 0.64， 降幅达到 2.4%。她减少每天长时间坐着或者躺着时间，而进行中等或剧烈的运动，还使她的腰围减少了 2.5 厘米。同时，糖化血红蛋白下降 1.33 毫摩尔每摩尔，约下降了 3.6%。伦敦大学医学院外科的首席研究员 Joe Blodgett 博士指出，我们研究的重大发现在于，虽然改变运动方式对心脏健康有积极影响，但运动的强度同样至关重要。我们观察到最有效果的改变是将避免久坐，取而代之的是进行中等或剧烈的活动，无论是跑步、快步走还是爬楼梯，只要是能提升心率、加快呼吸的活动，哪怕只有短短1-2分钟也是好的。研究人员还强调，虽然剧烈运动是快速改善心脏健康的有效方式，但对于不同情况的人来说，是有多种不同的方式，比如低强度的运动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显出效果。例如，每天用站立式办公桌代替坐式办公桌几小时，虽然所需时间较长，
但它可以相对容易地融入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因为它不需要额外的时间。研究还发现，之前活动量最少的人群，将他们的久坐转变为更加积极的活动，他们身体的受益是最大的。悉尼大学珀金斯中心教授 Stamatakis 补充道，这些研究的一大创新之处在于运用可穿戴设备更准确地区分不同类型的身体活动和姿势，这让我们能够更精确地估计微小身体变化所引起的健康效果的不同。虽然这些发现无法直接推断出运动行为与心血管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但它们为建立不同运动等级与体质指标之间的关联提供了更加丰富的证据。这对进一步的长期研究并深入理解运动与心血管之间的联系至关重要。伦敦大学医学院外科教授 Mark Hamer 强调，虽然我们早已知道增加活动量对心脏健康有益，但这项研究的新颖之处在于它记录了完整的24小时的运动状况。这种全新的方法将使我们能够提供针对个人的具有个性化的建议，以帮助人们建立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英国心脏基金会的副医学总监 James Leeper 也发表了看法，这项鼓舞人心的研究进一步显示，日常生活中的微小调整能显著降低患心脏病或中风的风险。研究显示，仅仅几分钟的中等活动替代坐着时间，就足以改善你的 BMI、胆固醇水平、腰围，并带来更多身体上的益处。改变生活，开始运动并非易事，重要的是找到既能长期坚持又让人享受的生活方式。任何能提高心率的活动都是有益的。将活动小点滴融入日常生活，比如接电话时边走边谈，或每小时设定闹钟做一些简单运动，都是将运动融入你的一天中的绝佳方式。这将有助于形成更加健康的生活方式。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话题，欢迎订阅、点赞、留言和分享。我们下个视频不见不散。